是英雄迟暮的水影初代目，是极品轻兽音拥有者。骗一下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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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一下，干嘛？清水的王，遁狗的皇，他就是传奇石冠王星尊将星。将星是一种辅佐才能，只可以帮助他人成功，却不太能增进自身的福业。我们至今仍不知道江星的那所中专到底有多夯，能让一个 God 心甘情愿的退游。江星原名张文哲，2004年在天津组装落地。2018年，14岁的江星入坑了《火影忍者》手游这款游戏。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村子里来了个天才少年。入坑仅仅几个月，江星就开始进行降维打击了。在决斗场横斩一众高丸，在高手如云的月初也能100%胜率打上超影，成为稳定霸榜之人，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个18告的 ID， 看起来豪气满满。但在当年，江星确实是断档的存在，就连雾雾都表示江星的技术就跟小豪的无差别一样，虐你如呼吸。这一块江星的互联网之路可以说跟绝大多数村子的主播都不一样。在成为全服第一后，他没有打单子赚米，也没有搞那些抽象土味小剧场，更没有用欧克瑟变声器来玩女角色。江星沉默了。位于山巅的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卸载了游戏，全身心投入到学业当中，给村子里留下了一个18 God 的传说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全力备战考试的江星也是不负众望，考入一所中专。江星接受了自己在学习上的平庸，最终还是回到了村子里。这段传奇经历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。如今的观众很难想清楚，那所中专到底有什么魅力，竟然让全服第一选择退游。如今的火手在官方、主播和玩家的多重发力下，成为一个神游，随便一个梗都能入侵全网。但在18年那个时间段，确实是小众宝藏游戏，出不了圈也没啥热度，退坑也是情理之中了。不过据不可靠的野史记载，江星哪怕退坑也执意要去那所中专，是因为里面有牛尊牛子涵。这江星还是个小馋猫来的。在中专卡了几年后，回到村子的江星实力依旧，并且还遇到了自己国家队清水和盾狗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散清水的主人神盾局局长星尊。拿着这俩忍者，江星开始随意殴打高分，再次站在决斗场的顶峰。同时江星也在黑日的帮助下开始运营短视频账号，成为一名季播。在决斗场乱杀之后，江星也开始参加各种赛事，挑战更多的高手。如果说18年的将星是我听过最强的，那24年的星尊就是我见过的最强的。24年几乎统治了神将杯，榜单几乎都是他的名字，被冠以石冠王名号的男人。江星是个季播，但星尊的粉丝们可不想他只当一个季播。当江星在神将杯闯出一片天的时候，村子里的传奇二创之人小小秋也开始对星尊下手了，将他 P 成了赛文奥特曼。18赛文横空出世，甚至还跟山城恋组建了宇宙 CP。那年的将星，不管是技术还是知名度都断了，火得一塌糊涂。但在互联网上能一直保持热度不减的，那属于是极少数。哪怕是星尊，也是不可避免的出现热度下滑的情况。是的，没错。别看江星现在有100大几十万的粉丝，但他开播时的人气却算不上理想，很多时候甚至还没同村几十万粉丝的主播观众多。你要是说星尊老了吧，跟久安看海组成的奥特三兄弟打比赛的时候，确实经常 out， 但那也没有老啊，都快被打成孙子了，哪里老了？当然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星尊确实是有实力的，经常能整出各种精彩操作。今年2月份，甚至还在斗火杯 S2 捧了个冠军回来。可问题是，哪怕星尊赢了比赛，也没人记得。4月份阵营赛，江星请神成功，请到18告，打出1穿6的逆天操作。你星尊叔叔啊，好不容易打出个高光，结果点开直播间人数发现才3万人。你要说星尊没活吧，奥特三兄弟勇闯三角洲的时候，化身贪吃的猪、莽撞的牛以及善战的熊，别管打得厉害不厉害，节目效果可以说是拉满。另外，星尊也是凭借抽象的长相成为村里二创节目的常客，那极具智慧的眼神，只要一出场就能让观众直接破崩。你这种穷鬼也配跟我抢男人？实力还在，节目效果也还在，但人气却始终高不起来。难道真像青青月分析的那样，可以帮助他人成功，却不太能增进自身吗？青青月，你那双眼睛究竟看到了多远的未来？星尊总是说，人啊，注定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庸。人啊，就是注定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庸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我现在领悟到的道理，就是人是注定要学会领悟自己的平庸的。但星尊，你偷偷跟我说实话，你真的甘心被大肉压一头吗？你真的甘心是牛肉酱组合而不是酱牛肉组合吗？